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清晨洗完脸，灯光一照，镜子里的自己忽然陌生了，额头上的纹路好像一夜之间深了，发际线也像退潮的海岸悄悄往后撤。你伸手摸一摸，心里一酸，不是因为怕老，是因为你突然觉得这半生太不容易。你拼过，忍过，熬过，低头过，也咬牙撑过，可到头来难道只换来一张疲惫的脸吗？请你先停下来，千万不要急着嫌弃自己，也不要急着把它叫做衰老。今天我们不谈医美，不谈保养，不谈什么一夜回春，我们就顺着古人的智慧往你这张脸的深处看一看，你会发现额头上的纹不一定是岁月的刀，它也可能是老天给你的功勋章。发际线后退不一定是青春撤退，它也可能是天庭大开，格局扩容，那些旧疤和暗沉慢慢淡去。也不一定只是皮肤变化，它可能是在告诉你前半生的某些业障正在一笔一笔还清。如果你也曾经因为额头纹路而焦虑，如果你也曾觉得自己这一路太苦，请在留言区打下4个字：天庭有光。你要知道，这4个字不是给我看，是给你自己的潜意识下命令，告诉自己，我走过的路不会白走，我扛过的事不会白扛，我脸上的痕迹不是失败的证据，它是生命给我的印章。很多人看脸只看年轻不年轻，古人看脸看的是气数。很多人看额头只看皱不皱，古人看额头看的是天庭。什么叫天庭？不是迷信，也不是玄谈，天庭就是一个人心气向上的地方，它像一盏灯，也像一本账。你这一生有没有敬天？有没有爱人？有没有扛责任？有没有忍住恶念？有没有在最难的时候还不做亏心事？很多东西最后都会在这里显出来。所以一个人到了中年，额头上有纹并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额头虽平，心里却乱，脸上没有皱纹，心里全是怨气，那不是福相。额上有纹，眼里有光，心里有德，那才叫真正的贵气。第一种最让人焦虑的特征就是抬头纹。很多人一看到抬头纹就慌了，觉得自己老了，憔悴了，没有吸引力了，尤其是一抬眼，那几道纹路就出来，像刀刻在天庭上。可我们换一个角度看，小孩子为什么额头大多光洁？因为他不用扛家，不用养父母，不用替孩子想未来，不用为房贷发愁，也不用在公司受了委屈，回家还要装作没事。年轻的时候，风雨来了，有人替你挡。可人到中年，你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那个挡风的人。老人病了，你要拿主意；孩子迷茫，你要给方向；工作出问题，你要扛责任；家里缺钱，你要想办法；外面被人误解，你还不能轻易倒下。于是你开始皱眉，开始抬头，开始在一个又一个夜晚睁着眼睛盘算明天。你以为那是皱纹，其实那是你在苦海里划船时额头留下的浪痕。你以为那是衰老，其实那是你一次次替家人挡风，替生活找路，替命运争气留下来的功勋。你看那些老树，树皮越粗根越深，你看那些老将身上有疤，才知道他真的上过战场。一个人如果真正护过家，真正扛过事，真正被生活逼到墙角还没有倒下，他的额头怎么可能永远像少年一样平滑？所以看到抬头纹不要立刻难过，你要对自己生出一点敬意。那不是岁月在羞辱你，那是岁月在证明你。尤其是额头上出现3条比较清晰，比较平稳，
比较不断裂的横纹，古人称它有三才之象，上面一条尽发髻像天，中间一条居中央像人，下面一条尽眉骨像地，天人地三者相连，就是一个人一生的格局。最上面这条讲的是天缘，也就是长辈缘、祖德缘、贵人缘。这里不是说你一定靠别人，而是说一个人平日里如果知道感恩，知道敬畏，知道不忘本，他在关键时候往往会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，可能是前辈一句提醒，可能是父母留下的德行，可能是你以前帮过的人突然回来帮你，也可能是你在最迷茫的时候心里忽然有一个清明的念头，把你从悬崖边拉回来。你不要小看这个。一个人若完全没有敬畏，做事只凭贪心，额头的气很容易浊。一个人若心里始终有天，言行不敢太过，天文自然会稳。中间这一条讲的是人事，就是你的担当、你的能力、你的主心骨。中年人的这条纹往往最明显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想得最多，撑得最多，决定得最多。一个家怎么走，孩子怎么教，父母怎么养，钱往哪里放，事业要不要转，关系要不要断，你每天都在做选择，你每次选择都是一次心力的燃烧。你不是不累，你只是知道有些位置没人替你站，有些责任没人替你扛。中间这条纹清楚的人，通常不是嘴上漂亮的人，而是做事能落地的人。他们知道人生不能只求天帮忙，还要自己尽人事。下面这一条讲的是地气，也是人和。他看晚辈缘、下属缘、子女缘，也看一个人晚年的承接力。你年轻时怎么对别人，中年后就会慢慢回到你身边。你若对弱者刻薄，晚年容易孤。你若肯给年轻人机会，肯给身边人留余地，到了后面总有人愿意拖你一把。地气不是凭空来的，它是你平日里种下的厚道。三条纹清楚，不乱不断，这不是丑，它像一本写得很工整的功劳簿，上有天护，中有人称，下有地承。可怕的不是纹身，可怕的是纹杂。杂是心乱，断是气散，横冲直撞是怨气太重。所以看见额头纹，不要只想着消灭它，先问自己，我的心有没有更清明？我的念头有没有更端正？我的话有没有少伤人？我的事有没有更厚道？相由心生，不是让你认命，是提醒你心一改，相就有机会慢慢转。第二种让很多人痛苦的特征，就是发际线后移。这个话题一说，很多中年朋友都会苦笑。洗头时看见掉发，心里一紧；拍照时看见额头，赶紧找角度，风一吹，脑门露出来，马上用手遮。好像发际线一退，尊严也跟着退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很多事不能只看表面，表面看是头发少了，往深处看可能是天庭露出来了。年轻的时候，人为什么容易心窄？因为经历少，格局小。别人一句不中听的话，能让你气3天；朋友一次冷淡，能让你想半个月。单位里吃点亏，就觉得全世界都欠你。那时候你的心就像一间小屋，放不下太多风雨，也容不下太多不同。你处处防御，防别人看不起你，防别人占你便宜，防自己输，防自己丢脸。可活到中年以后，你经历了背叛，也见过冷眼，你吃过亏，也受过委屈，你才慢慢明白，
很多争执值得，很多面子不重要，很多人来了又走，不必强留，很多事当时像天塌了，过几年回头看，也不过是一场雨。于是你开始不争了，不是你软弱，是你明白了，你开始不解释了，不是你没理，是你懂得了，你开始不把每句话都往心里放，不是你麻木，是你的心量大了。当一个人的心量慢慢打开，面相上就容易出现一个变化，天庭变路，额头变宽，空间变大。古人讲天庭饱满，不是叫你盼着掉头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真正的关键不在头发多少，而在额头有没有光。若额头宽了，却灰暗，油浊坑洼，眼神疲惫，整个人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那不是福相，那是压力太重，心火太盛，气机不顺。天门虽然开了，可里面堆满了杂草，好运来了也落不稳。可如果额头慢慢宽了，气色却越来越轻，眼神越来越定，说话越来越稳，做人越来越不慌，那就不一样。这说明你不是单纯变老，你是在变通透，你不是失去青春，你是在得到容量。人这一生，有些财靠机缘，有些福靠心量。心小的人，给他好处，他也会疑神疑鬼；心窄的人，给他机会，他也会因为害怕而推开。心宽的人，即使暂时受挫，也能稳住气，能容人，才有人愿意靠近；能容事，事情才有转机；能容委屈，后面的福才装得下。所以发际线后移本身不是福，也不是祸，真正要看的是你的心有没有一起后退一步。退一步不是认输，是给天地留空间。退一步不是懦弱，是给福报流入口。很多中年人的好运不是忽然来的，是他终于不内耗了。以前一件小事能让他气到睡不着，现在他笑一笑，过去了。以前别人一句话能让他反复证明自己，现在他知道，懂你的人不用解释，懂你的人解释也没有用。以前总想赢过别人，现在只想安顿自己。这个时候，天庭自然明，心越明，额越亮，额越亮，气越顺。你在摸自己的额头时，不要只想我怎么老了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我的心量变大了，小事进不来，怨气留不住，我的后半生要靠格局来接福。第三种特征，很多人容易忽略，就是额头上那些旧疤、暗沉、灰气开始慢慢变淡。人总盯着新的皱纹，却忘了旧的伤口。有人小时候额头磕过，留下一道浅疤；有人年轻时长痘，留下暗印；有人这些年压力太大，印堂附近总像蒙了一层灰，明明睡了还是累，明明洗了脸还是没有光。古人看面相非常重气色，形是骨架，气是活水。一个人的五官长什么样只是一部分，真正决定气场的是脸上有没有清气。心里长期有怨，脸上容易沉；心里长期有怕，眉心容易紧；心里长期有恨，眼神容易冷；心里长期有愧，额头容易暗。所谓业障，不要想得太玄，很多业障就是没有消化掉的情绪，就是心里那些没有结清的旧账，就是你嘴上说过去了，身体却还记着的伤。你恨一个人，恨了10年，你怨件事，怨了半生。你表面上笑着说没关系，可一到深夜，心里还是翻江倒海。你以为那件事已经过去，其实它还藏在你的睡眠里，藏在你的脸色里。
藏在你的胃口里，藏在你的脾气里，也藏在你每一次无意识皱起的眉头里。负面的情绪就像墨滴在宣纸上，时间久了会晕开，会沉淀，会让一个人的天庭失去光亮。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那道老疤不那么明显了，那块暗沉淡了一些，印堂没有以前那么灰了，眉头也不像从前那样常常锁着，请你一定要停下来，好好感谢自己。这不是普通的变化，这可能是你心里的某些结终于松了。你不再天天把过去请回来折磨自己，你不再拿别人的错惩罚现在的自己，你不再用一段已经结束的痛苦继续消耗自己的气血。放下，不是那个人没错，原谅，也不是那件事没发生。真正的放下，是我不再让他偷走我今天的命。真正的原谅，是我把自己从旧因果里领出来。你看有些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忽然变柔了，不是他没受过伤，是他终于不再用伤口证明自己。以前踢某个人心里就冒火，现在想起来只剩一声叹息。以前一想某件事整夜睡不着，现在知道那只是命运给自己上的一堂课。这个时候身体会松，脸会松，气会顺，额头也会慢慢清出来。现代心理学也讲，长期压力会让人一直处在防御状态，焦虑、怨恨、压抑、自责会让神经系统像一直拉满的弓，身体忙着防御就很难修复，皮肤光泽会差，睡眠会浅，气色会浊。可当一个人开始和解，开始接纳，开始不再攻击自己，身体就会慢慢从战斗模式回到修复模式。古人说相由心生，现代心理学说身心一体，讲法不同，道理相同。你心里那口气顺了，脸上的气就会清；你心里的怨少了，额头暗就会散；你心里的结打开了，天庭的光就会回来。所以旧痕淡去是很珍贵的信号，它像一张清偿证明，告诉你前半生那些风雨你没有白熬，那些咬着牙撑住的夜晚正在变成你的底气，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正在变成你后半生的厚土。我们再往深处看，为什么这些面向变化会和福报有关？因为他们背后藏着一个人的认知升级。三才文是思维结构升级。一个人同时处理父母、孩子、事业、钱财、人情、健康，他的大脑可能不运转，他必须学会看天时、尽人事、借地利。久而久之，他遇事不再乱，他知道先抓重点，再看全局。年轻时遇到问题，可能只会急；中年后遇到危机，他能拆解，能分层，能忍住，能选择。这就是智慧的纹路。天庭打开，是心量格局升级。年轻时什么都想抓，抓名声，抓面子，抓感情，抓控制感。可抓得越紧，心越疼。中年后才懂，真正属于你，不用拼命抓，注定离开的，抓破手也留不住。于是你开始松手，开始信任天地的安排，开始明白人不能只靠真，还要靠容。容得下人，容得下事，容得下不完美，才能容得下晚来的福。暗沉淡去是能量状态升级。一个人少一点怨，脸就少一点阴；少一点恨，眼就少一点冷；少一点自责，身体就多一点修复力。你会发现，真正修得好的人未必五官惊艳，可他的脸干净，
眼神安定，说话不刺人，坐在那里就让人觉得舒服。那种相不是护肤品涂出来的，是心里少了很多脏东西，嘴上少了很多恶言，念头里少了很多纠缠。一个人能从焦虑走向承担，从计较走向容纳，从怨恨走向放下，这就是从凡夫走向智者的路。所谓改命，不是等天上掉东西，是先把自己的心改了。心一改，话就改，话一改，行为就改，行为一改，人缘就改，人缘一改，路就改，路一改，命就开始动了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不能只听道理，国学最怕空谈，智慧一定要落进日常，才真的有用。第一，每天早晨洗脸时，给自己的天庭一点善意，不要一照镜子就骂自己老，不要一看见纹路就叹气。你可以用温水轻轻拍额头，心里说一句：辛苦了，谢谢你陪我撑到今天。这不是矫情，这是和自己和解。一个人若天天嫌弃自己的脸，就等于天天否定自己的路。你否定过去，气就会低；你接纳过去，气就会稳。第二，遇到烦心事时，先松眉头，再开格局。很多纹路不是一天来的，是我们在无数小事里反复拧紧自己，慢慢形成的。别人一句话，你立刻上火；孩子一个成绩，你整夜焦虑；伴侣一个表情，你脑子里演一出大戏。这样活，额头怎么会紧？下一次，当你又要皱眉时，先问自己一句：10年以后，这件事还重要吗？如果10年以后重要，就不要拿今天全部的心力去换它。人生是一条大江，不要被一粒沙堵住。抬眉毛不如抬眼界，皱眉头不如转念头。第三，守住口业，就是守住天庭的光。很多人拼命保养脸，却从来不保养嘴，天天抱怨，天天批评，天天讽刺，天天揭人短。你要知道，嘴巴说出去的是声音，回到自己身上的是气场。恶言像黑烟，先熏黑自己的心；善言像清水，先滋润自己的相。一个人嘴越刻薄，脸越容易紧；一个人说话越柔和，面相越容易舒展。不是叫你没有原则，是叫你不要让嘴巴天天造业，多说一句鼓励，少说一句挖苦；多说一句理解，少说一句怨怼。你会发现，福气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养回来。第四，睡前要清账。很多人白天忙了一天，晚上躺下，心里还在开会。谁对不起我？谁看不起我？明天怎么办？钱怎么办？孩子怎么办？老人怎么办？这样睡一夜也像没睡。你可以在睡前对自己说：今天的事到这里，该反省的我反省，该放下的我放下。别人有别人的因果，我有我的修行。每天清一点心里的账，脸上的浊气就少一点。第五，多做一点不求回报的小善。善不一定是惊天动地，给家人一句好话是善；给晚辈一个机会是善；给陌生人一点方便是善；对父母多一点耐心是善；对自己少一点苛责也是善。善不是做给别人看，善是给自己的心激光。一个人心里有光，天庭才会有光。第六，学会把委屈变成厚度。中年人的委屈最多，上不能让父母担心，下不能让孩子害怕，外不能让别人看笑话，内不能让自己倒下。所以很多苦只能咽。可你要记住，委屈若只是咽下去，会变成病；委屈若能被看懂，会变成德。
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今天受的不是羞辱，是炼心。我今天忍的不是窝囊，是养量。我今天放过的不是别人，是未来的自己。这样一转念，怨气就少了，福气就进来了。第七，常常抬头看天。人为什么会一直低沉？因为眼睛总盯着眼前那点难，钱不够，人不顺，事太多，心太累。你越盯，越觉得人生没有路。可你偶尔抬头看看天，就会知道天地比你的烦恼大得多。云会散，风会停，黑夜会过去，你眼前这点困也不会永远困住你。天庭之所以叫天庭，就是提醒你，人不能只低头算账，也要抬头见天。说到这里，你再回去看镜子里的自己，应该会有一点不一样了。那一道道额纹不再只是皱纹，它们是你扛过责任的年轮。那慢慢露出的额头，不再只是发际线后移，它可能是你的心量被人生撑开后的福门。那些逐渐淡去的旧疤和暗沉，也不再只是皮肤的变化，他们可能在告诉你，你终于不再困在过去，你终于愿意放过自己，你终于把半生风雨熬成了一点安定的光。人到中年，最难得的不是永远年轻，永远年轻只是肉身的奢望，真正难得的是老得清醒，老得慈悲，老得有光，脸上有岁月，心里有山河，额上有纹路，眼里有温度。经历过背叛却不变刻薄，承受过压力却不放弃善良，看透了人情却依然愿意好好做人，这才是后半生最贵的相。最后送你3句话：别嫌额上纹路深，那是你扛过风雨后的功勋；别怕天庭慢慢开，那是你心量变大后的福门；别怨旧痕留太久，它淡去的那一天，就是你和过去和解的那一天。那么你觉得一个人的面相到底是天生注定的，还是被心念、行为、因果一点一点修出来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也请你打下4个字：天庭有光，让这4个字成为你送给自己后半生的一道祝福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记得点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们继续一起读国学修心性，看因果，把脸上的沧桑活成心里的光，把走过的苦路修成后来的福路。